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Facebook、油管，还有脸书，一起参加理查老师的直播课。今天我们要上的是 New HSK， 今天要上的是新 HSK Level 6， 今天要学的是第6集。那我们今天呢，轻松一点 ，relax。轻松一点，我们学习2个词汇就可以了哦。好，那这个有谁来了？佳佳，欢迎佳佳哦，来自摩洛哥的佳佳 ，Assalamualaikum。还有 Watum 同学你好，对啊 ，Watum 说的很好，你们来上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老师按赞哦，帮老师按赞，要支持理查老师。你也可以加入理查老师的小土豆计划，变成理查老师的 YouTube Members。那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哦。如果你是老师的小土豆，你会有一个像金培这样子一个小土豆的一个 mark， 你会有一个小土豆的 mark， 很可爱哦。好，还有谁？南武欢迎。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想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 想支持理查老师的话，可以加入理查老师的小土豆计划哦，支持理查老师哦。好，立新欢迎立新，嘉欣。还有裴静，欢迎裴静，裴静也是小土豆，对不对？好，我们的立新也是老师的小土豆，还有佩佩猪也是老师的小土豆，欢迎佩佩猪。还有美玲，老师记得你了，美玲，美玲你好。Aziz， 欢迎 Aziz 啊，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好，这位同学好像是新同学啊，米尼亚 SC 同学你好。还有谁？还有一些脸书的朋友，老师看一下脸书的朋友有谁？啊，脸书的朋友啊，那个谁来啦？那个可人老师来啦。可人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你在吃晚餐呢？没有，我在吃火龙果。火龙果，哎，中国的火龙果是红色的。有白肉的吗？有白色，也有红色。有红色的，也有白色。我觉得红色更好吃。对，比较甜，红色的比较甜。那这个英文好像叫 dragon fruit， 对不对 ？dragon fruit， 对，好像是。对，那火龙果东南亚很多啦，台湾也好。台湾一颗大概1人民币吧，一颗1人民币，天哪，很便宜。今天我买了2个，大概15块钱人民币。一颗？2颗。哦，我们这边贵一点的时候是2块人民币嘛。哇！而且大概就是像你手上这么大颗的，对。天哪，我最喜欢吃这个。我个人不太喜欢吃水果，不过火龙果我可以吃的。火龙果好吃啊。为什么老师不喜欢吃水果？理查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懒的人，只要水果里面有那种籽的，有那个 seed， 我就不吃，因为我懒。我是不吃籽的，所以只要把籽挑出来的东西我就不吃了。所以西瓜我是不吃的。天哪！香蕉我也不吃，因为香蕉我觉得形状看起来很丑，我不喜欢吃香蕉。草莓我也不吃。天哪！因为草莓看起来就是很丑的一种水果。我最爱水果。真的啊。女生都比较喜欢吃水果啦，我很挑食的哦，我很挑食的。火龙果 dragon fruit， 然后老师刚刚说挑食，可能老师你挑不挑食啊？有的。会呀。对。你什么不吃？我不吃丝瓜。你不吃丝瓜？丝瓜我也不吃。你茄子吃不吃？茄子？吃。eggplant 对不对 ？eggplant， 我喜欢茄子啊！茄子根本是上天创造来虐待人的一种太诡异的一种蔬菜了。真的吗？我觉得茄子很好吃但是丝瓜真的很不好吃。丝瓜我也不喜欢。很多食物我都不吃的哦。茄子就是 eggplant， 对不对？对吧？老师，我很挑食，我真的非常挑食哦。好，挑食，茄子，丝瓜可能同学不晓得，丝瓜英文是什么？我真的不晓得。丝瓜我也不知道丝瓜是什么，丝瓜比较是亚洲。
亚洲的蔬菜。对啊，我不太清楚丝瓜的英文是什么啊？我找一找。好，丝瓜。丝瓜的英文。丝瓜跟南瓜没有关系。lofa。丝瓜是 lofa。对。lofa 怎么拼 ？Loofah。lofa。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英文啊。对，我告诉我英国的学生，中国人吃丝瓜，他说丝瓜是洗澡的，是洗澡的啊，对，那个好像那个我知道。对。啊，宋角说我刮胡子了，我现在把胡子刮掉。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吃饭会吃到我的胡子，所以刮掉它。好，明白。你说老师们会不会吃榴莲 durian？ 吃吗？我不吃。我也不吃，我不喜欢榴莲的味道。我也不喜欢。我不太靠近榴莲的啊。Paul Nolan 是很支持你的，对不对，可人老师 ？Paul Nolan。我的脸屁股。什么叫？为什么是 face butt？ 为什么是脸屁股 face butt？ 练屁股，我记住练屁股，不是 face butt。Like train your butts， 对不对？练屁股。想说怎么会脸上面有屁股吗？脸屁股。练屁股。啊，这个 Paul Nolan 很支持可人老师，对，谢谢 Paul， 谢谢你。Paul 也很支持我哦，但是 Paul 还是比较支持可人老师，因为可人老师是女的，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支持我啊。Paul 你要多支持我呀，对不对？你不能只支持可人老师哦。好，佩佩猪问说苦瓜呢？我超爱苦瓜，超爱。Disgusting, no way！ 我从来不吃苦瓜，我连看到苦瓜我就觉得 so bitter. I don't even eat it. I feel so bitter when I see it. 那我喜欢，我好爱。Paul Nolan 是练屁股，不是脸。脸上有屁股吗？脸上有屁股很奇怪吗？对。阿能榴莲好臭。不过有人很喜欢啦，像臭豆腐，我就很喜欢吃臭豆腐。我妈妈很喜欢榴莲。我没办法，榴莲我没办法。Claire 你好 ，Claire 欢迎你。好，对了，练了 Paul 是练屁股。西瓜我不吃的，我是绝对我可以喝西瓜汁了，我不吃。我爱西瓜。No， 西瓜我可以接受西瓜，只是西瓜我不喜欢那个籽，那个籽。那个 seed 我不喜欢，我就吃下去。你都吃下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吃吗？我很懒，我就因为从小我妈妈跟我爸爸说，理查老师，对，理查老师，我小时候他就说，理查老师，你如果把西瓜籽吃进去的话，西瓜籽会在你的胃里面发芽，然后你整个脸就会被西瓜的撑开来。对，发芽 sprout。对。然后我妈妈说，西瓜籽会在你的脸上发芽，你就会死掉。天哪 ！And you die 。没有，我就吃掉，我很懒。我没办法，我都一个一个挑出来，后来我就不吃了，太累了。珍珠你好，还有这个 Push Pandra 应该是问我妈妈吧，因为我今天带我妈妈去医院。你娘怎么样？我娘啊，我娘还好啦。她今天因为我娘得了癌症了，所以她去医院，今天给医生咨询检查一下，下个星期她要住院了。是早期还是晚期 ？Final stage。天哪，老师。Pancreatic cancer。胰脏癌。有。然后 Claire 理查老，对我妈妈小时候就叫我理查老师了没错，这个发芽叫 sprouting 吗 ？sprouting 是不是？我忘记了 sprouting。那宋角对叫发芽宋角不喜欢吃臭豆腐啊，可人老师你吃臭豆腐吗？我超爱。我也超爱，臭豆腐就是上帝创造给人类最好的食物。对。我最喜欢长沙的臭豆腐。台湾现在臭豆腐做的比较
就是会有店面专卖店做的很好。然后那个我最喜欢脆皮的，对，好吃。长沙的就是脆皮的，脆皮好吃。我不喜欢那种四川那种麻辣臭豆腐。对，我也喜欢。我觉得，所以可能老师你喜欢麻辣？我喜欢麻辣，但是我更喜欢长沙的脆皮的臭豆腐 ，crispy。我没办法吃辣，所以我就不吃了。好，还有谁啊？没问题啦。今天我也想聊聊天呢，不过因为我 HSK 每天都上聊天课，HSK 已经好久没有上了，还是要赶一下进度了。好的。啊，闻不了啊，就不敢闻吧。宋角，你可以说我不敢闻臭豆腐的味道，不敢闻。闻不了，就是受不了，是吗？受不了，可以说受不了，我受不了臭豆腐的味道。好，4集已经教过啦，可能再过一阵子吧。今天要教6集啊。好，可能老师你边吃我们边上课吧。好。女的都喜欢吃麻辣菜，我不觉得耶。台湾像我有的女性的朋友，她是不吃辣的，因为她觉得吃辣会伤害皮肤。对，我很多女性朋友不吃辣。是，她们也不是不能吃，她是不想吃，好像对皮肤比较有伤害。对。好，那我们来上课吧。怎么聊一聊就聊了10分钟啊？好，那老师你边吃我边念吧啊。好，来我念就好了，没关系。第一个是不变，不变。第二个不见，不见。那这2个词其实蛮简单的啊。对。那我们看第一个词不变，可能老师什么叫不变？你觉得？不便就是不方便啊。对，就是 not convenient。对 ，inconvenient 不方便。有时候去一些地方，因为没有交通，可能会不方便。对，就是不方便的意思。不过不便听起来是有一点 written language， 有一点面语的。一般我们说话比较少用，比较少用。好，不便就是 inconvenient or inconvenience。好，那可能老师你要不要念一下？好，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好，造成，好，这个词，李强老师跟各位说一下，造成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cause，cause，这个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叫 cause， 造成 ，cause your inconvenience， 有一点像这样的意思对 ，cause your inconvenience， 中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造成您的不便。那各位同学，你也可以说造成不便就可以了。造成不便就可以了好，那敬请见谅，这个是比较这个礼貌的哈，礼貌非常 polite、非常 formal 的用法。敬请见谅是很非常非常正式的说法。一般我们可能会在哪里听到敬请见谅呢？这个可能像那个施工的地方吧，对不对？对不对 ？Construction site，like construction site 那个施工场所。所以各位同学，你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句子？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当你在那个 construction 工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 sign， 像这样的一个 notice。这个我们中文叫工地 construction site。对，工地。那各位同学，所以呢？当你看到英文是 work in progress,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这个我们中文到底要怎么说？很简单，中文就这样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那你也可以说，如果我跟可人老师讲话，我可以加个您的，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好，对，可人老师，我们这个是太正式了，对不对？一般说话比较少，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我们一般会在那个 notice 告示牌或者是那个招牌看到，一般我们不会这样说话的一般不会这样说话好，我这里还有一些特别的常用的说法。好，先跟各位说一下什么叫造成不便。敬请见谅是书面语吗？宋角问的。
非常非非常常书面，很正式。宋角不是书俚语，是书面语非常正式。一般我不会说，可能老师敬请见谅，然后可能老师 What happens？ 他会觉得好奇怪哦。好，我们常常说造成不便了，就是 like inconvenience cost 这个可能老师我觉得我们要多介绍类似这样的一种用法，就是 I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ost， 因为有很多说法，非常多说法。好，可能老师我给你一个说法，你等一下帮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你再告诉我这个说法在大陆常不常见哦？好啊。好，第一个，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见谅。常不常用？常用，经常用。经常用，跟刚刚那个一样，可能你在 construction site，或者有地方在施工，有地方在清洁，像你去 McDonald， 有人在清洁，就会看到这个不便之处，敬请见谅 ，very very formal. Oftentimes you see that on notices or on signs. 好，可能老师，我再给你一句，你看这个大陆那儿是否常用等我一下所以各位同学，这些都可以用你们这些都可以用好，这一句给可能老师，这一句呢，造成您的不便，致上万分歉意。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常用，但是因为太正式了，对不对？非更正式了，万分歉意，这个很正式。对，万分歉意，这个应该就是公司跟顾客道歉的时候可能会。但是在大陆，公司跟顾客道歉会用刚刚那一句。刚刚那一句好，那我把这句敬请见谅。敬请见谅比较常用，其实敬请见谅比较常用，万分歉意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用法。那如果各位同学看到万分歉意，不要觉得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其实就是 apology。Very very sorry。对 ，so sorry，my sincere apology 的感觉好，那所以各位同学，这些都是你们会常常看到的比较 formal 的句子就像我们看到这里，英文是说 sorry for 但是中文要怎么说呢？中文就这样说，我们请可人老师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听。好。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对，其实更常用的是造成不便就可以了。造成不便，好，各位同学了解了，不便就是不方便，造成您的不方便的意思inconvenient， inconvenient。好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那这个可能老师，我们这个关于不便的语法我这边列出了几个语法点，让同学们学习一下。第一个是主语加上给什么人，给什么人带来了不便。那这个不便在这里是一个名词，主语给什么人带来了不便。好，那这个可能老师，你帮我们念一下 options 好不好？好，第一个是给，第二个是不便。对，第三个是市民。市民是什么意思呢 ？Citizens 是吗 ？Citizen，citizen 市民好，第四个。第四个是这个政策。政策好难念，政策是什么意思呢？是 policy。policy 政府颁布的一种措施叫政策。好，最后一个是。第五个是带来了。Like bring，中文是 bring up。Something like that。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的 order 才是正确的呢？裴静问刚刚那句话可不可以在工人在道路建设的时候可以？可以。一定可以，很棒。这个在这个时候很常用的，可以的好，安蕊说好，可能老师你看安蕊的答案，念念看好了。好。这个政策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好，不便。这个政策就是我们的好，很多人都答对了耶。我们再找一个人念看好了。Samuel 的，我们念一下他的。这个政策给市民带来了不便。很好，很棒那基本上这个很简单了。我们基本上呢，主语是这个政策 this policy 给谁呀？
原来是给市民，有点像 gave the citizens 哦，中文的意思有点像 gave the citizens。好，给市民带来了 like bring up 不便 inconvenience， 中文比较像这个意思哦。我觉得给在这里是一个 preposition， 它是 for。对，有点 for or to 的意思哦 ，preposition。对。好，那这个比较像英文的 to or for 的意思哦。OK， 对 ，bring something for someone，bring something 的感觉 for someone 的意思。好，OK， 好，大家都答对了啊，很棒。我想这个已经蛮简单的了。好，所以你可以说某某人给另外的人带来了不方便啊，不便啊。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语法点。这个比较常见的关于不便的 phrase 有哪些？可能老师你念给大家听听吧。好，交通不便，对。什么叫交通不便呢？可能老师什么叫交通不便？交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交通，就是 traffic。traffic or like transportation 哦。对，交通。如果交通很不方便，我觉得大家应该懂吧？对啊，你可能没有路通往那个地方。对，可能没有路，可能没有车，没有 public transportation， 没有公交车到那里。公交车，对，或者没有巴士。对，也没有出租车愿意到那里。那个地方可能我们说很远，很落后，没有人想去，可能是乡下，交通不方便，交通不便。那这个很常用哦，各位同学要把它记起来。交通不便哦。那另外一个关于不便的 phrase， 这个是叫做行动不便。可能老师，什么叫行动不便呢？行动是 action。呀，行动就是 like your movement or your action。对。那所以行动不便可能是老人，对，或者是残疾人士，对。对。然后他脚受伤了，对，或者受伤的人。通常行动不便就是一般说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对。那为什么不能正常的走路？可能像可能老师说的，老人家，他太老了，他走不动了，他不方便走。那第二种人就是可能残疾人士，他的脚可能是残疾，那所以他也不方便走路，行动不便，一般都要坐轮椅吧，对不对？哦，或者要有人扶着，哦。好，对，好，这个我觉得这个 when 的这个问题很好，可能老师你觉得呢？很不一样啊。交通不便跟堵车是 different concept。不一样。交通不便就是交通不方便，它可能没有交通，可能没有路，可能甚至没有车。对，交通不便可能没有车，但是堵车呢，好多车，很多车。堵车是 like traffic jam。对，所以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Wayne你要知道哦，它两个的意思不一样，不好意思。对。好，老师，我看到送脚有一个，不是送脚，是上面，阿能有一个问题耶。OK， 这句吗？您对我们有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敬请见谅。敬请谅解，敬请谅解是 Please forgive me。对。对。一般 apologetic。呀。我们一般说大恩大德莫齿难忘，或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可以。大恩阿能你就不用再说您对我们有，那个都不用讲了。对，我们一般都说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敬请见谅也不要了。对，因为我觉得阿能想说谢谢，可是敬请谅解是对不起。Forgive me maybe my fault maybe my apology。那阿能这种在中文比较简单，你就说大恩大德无以回报。如果对方真的是你的贵人 ，very important person in your life， 你就可以说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或者说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好，这个太难了吧？这个阿能，你为什么要问那么难的问题？这个我们上课都不太想动脑筋的。莫齿难忘，阿能，我打给你，就是牙齿没了，你老了没有牙齿了，你都不会忘记他的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好，那么刚刚跟各位介绍了行动不便，可能是老人 ，the elderly， 可能是the handicap， 残疾人士那可能是他脚受伤的人，他不一定残疾，他可能车祸脚受伤了也有可能，他不一定是 like disabled， 他可能是脚受伤而已 ，injured， 可能只有 injured。好，那我们这里有2题。来，可能老师，我们要给学生考试一下，不然我们教了也不晓得同学们懂不懂啊？哦，好，同学们懂，他们都写了，答案都写好啦。那我们还是要念一下，好，麻烦可能老师。好，第一个，因为什么他无法上楼梯？Go upstairs， 他没有办法上楼梯，无法上，就是不能，不能的意思，无法不能，没有办法。上楼梯叫 go upstairs， go upstairs。那另外一个句子我们也念一下好了。由于什么，车子无法进入这个地区。没有办法 enter， 进入是 enter 的意思。this area， 地区就是 area，cannot enter this area。好，各位同学，第一题我们要选什么答案？第2题又要选什么答案？其实这里的由于就是因为的意思了，由于等于因为。because of。好，我们的 C 控说，第一个是因为行动不便，可能老师对不对？对啊，对，因为他走路不方便，他没有办法走上楼梯，因为他的脚可能受伤了，可能年纪太大了。好，那第二个句子呢？有了，春娇说的。好，由于交通不便，就是可能是 like transportation difficulty， 直接翻译了，poor transportation 好了poor transportation。由于交通不便，车子无法进入这个地区，要加个区加个地区的区。好，大家都答对了，没有什么问题。行动不便，好，这个交通不便、行动不便是蛮常见的 phrases 好。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不便了。可能老师，我问你，如果来，我问你，可能老师，如果我的皮夹打开来，里面1毛钱都没有，我是不是手头不便？不是，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不会，我们会说很紧，手头很紧，手头很紧。因为我在百度有看到有人写手头不便，其实我们台湾很少用手头。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不会这样。各位同学，如果你发现，我手上没有钱，我最近都没有赚钱，最近因为 COVID-19 都没有工作，没有赚钱，你们可以说手头很紧。对 ，very tight。我觉得很奇怪啊，手头，为什么是手头很紧？连我们 native 都不知道那个典故是什么。对，为什么是 the head of my hand is really tight？ I don't know why 手头很紧。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可能都会手头很紧，对，可能没有钱，手头很紧跟穷是不一样的意思哦，各位同学，有什么不一样啊？可能老师你觉得？我觉得穷是一个 long term， 呀，没错，对，手头很紧可能是 short term， 可能是现在 temporary， 你暂时。你只是这段时间可能因为 COVID-19 你没有工作，所以这段时间你的手头很紧。它不代表你是一个 poor man， that doesn't mean you are a poor man， 不是的。对，它是 temporary， 可能现在因为新冠病毒，所以你没有钱，手头很紧。最近理查老师手头很紧，请各位同学来donate some。我学过了，我好像教过，因为我常常手头很紧，所以我都常常教学生这些。常说手头很紧。对，学过了好 ，OK， 这个叫，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少说手头不便的，我没有听过，没有，我没有听过。我证实一下，因为我在百度有找到这个词He is broke， 不太像这个意思，暂时性的了 ，broke 好像破产了。我觉得他开玩笑了，他开玩笑说 he's broke。对 ，broke 就是破产了啦。好，对 ，OK， 好，手头很紧的理查老师接着往下教可能老师，你有没有手头很紧的时候啊？
没有哎，没有啊。没有。这个如果手头紧，就少花一点钱，就不对对，紧了。就节省一点吧，就节省。对，好，往下看。好，来，我们下一个词汇呢，第58个词汇，简单了，叫不见。啊，好简单，不就是 no， 对不对 ？Not， 见就是 对 like see， 不见就是 not to see。对，我觉得很奇怪，理查德老师，我觉得我们很少说不见，对不对？我们总是说不见了对，不见了。因为，disappear。不见像是一个已经存在的 fact，existing fact。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已经是 exist 的 fact， 这个事情不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般会说不见了。对，我们会说不见了。好，那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语法点大概会谈到这个了有什么不同啊？对对 ，Nadi 同学们补贴一点吧，理查老师哦。哎，真的英文也有这个词啊，叫 tight-fisted， 手头很紧。真的吗？真的吗？对，我不知道。Clear 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就是 temporary you don't have money with you， 是这个意思。tight-fisted 还是要打人的意思啊？我不知道，我找一下。Clear 英文的 tight-fisted 是什么意思 ？Means you are poor temporary, right? Temporarily。哦，是这样的耶。他说 not willing to spend or give much money。Because you don't have money with you right now。可能是小气，这个是小气的意思吗？对啊，我觉得比较像小气的意思吧 ，tight-fisted 比较像，就是 unwilling to spend money， 所以是小气，比较像小气，小气的很意思，节省或者很节省，对，比较小气鬼的感觉啊。对，因为他不想要花钱，就是很节省。对对对，那中文的意思手头很紧，就是你暂时没有钱，暂时没有。对啊，对，这个句子很好，理查老师的胡子不见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昨天的胡子好长，现在已经理查老师的胡子不见了，对不对？不见了。对对对。好，是的。好的，那这个其实不见有2个意思，我们等一下来研究一下啊。我们先请可能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 example。好，不得了了，我的眼镜不见了。好，这个阿婆，这个 old lady， 这个阿婆哦，她找不到她的眼镜了，所以她说：“哦，不得了了。”好，可能老师，我问你，什么叫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就觉得啊 ，like a big deal， 呀，好像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对，发生了很大的事，我们就然后是 suddenly 的，这个事情是有点 suddenly，all of a sudden 的，突然间的感觉，不得了了。比如说失火了。不得了了，养的狗不见了，突然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们说不得了了，有点像 Oh my God 那个感觉哦，我的天，对，有点像 Oh my gosh，Oh my gosh，Oh my God，Oh boy，像这样子哦。好，不得了了，因为这个阿婆的眼镜不见了，她放在词典上面，她忘记了，所以呢，哇，不得了了，我的眼镜 glasses 不见了，找不到了。好，我刚刚看到有娟娟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看一下，她好像说找不到了，不是娟娟，是这个 greatest pianist， 找不到可不可以？找不到不是 missing 啊，找不到是 you cannot find it，you cannot find something，所以但是他可以说我找不到眼镜。对，你可以说不得了了，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了。不得了了，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了。好，找不到比较是 means like you look for something，OK，or like you find something。对啊，tight-fisted 就是 stingy，没错。好，好可爱的句子。对，很对。可能老师啊，刚刚怎么样？一边吃一边吃。可能老师的火龙果几分钟就被吃完了，就不见了。5分钟就不见了，就没有了，果肉就没有了。是的。好，有同学问说，老师，你们一直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中文常常用吗？没有经常吧。但是听得懂了哦。如果发生紧急的事情，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我觉得这个很 dramatic。如果有一个人说不得了了，很 dramatic。而且没有经常说，所以这个 Muskin 常常说不得了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action 啊，这种感觉
very drama 的感觉啊，不得了了对，啊 ，very drama 的感觉啊。我的铅笔不见了，要买新的。可以。孩子1年不见，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哦，这是另外一个。对，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语法点。那各位同学，这里的不见了指的是 be missing，you cannot find it。不见了就是东西找不到了，东西 disappear，不晓得跑哪去了不知道去哪 ，gone missing 对，好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语法点。The first grammar point something 主语加上不见了，那一般它的意思就是 something is gone，something is missing 所以我们这个主语一般是一个物品，一个 object 或者 someone 也可以主语加上不见了，就像可能老师刚刚说的，你一定要加上了对，你要加上了主语加上不见了，表示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gone or is missing。You cannot find him, you cannot find it。好，可能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options。第一个是枕头，枕头在这里有看到 pillow。好，第二个是，第二个是了，好，第三个第三个是不见，不见。好，再来是第四个是理查的，理查的。好，第五个是第五个是怎么。怎么。好，各位同学，你们试试看吧。好，我的枕头不见了。对，好，怎么答案大家都会了？很快，大家我矿业大学录取了。矮大王，应该是我背。对啊，矮大王，你的中文你是母语者，你的中文怎么那么差呀？录取的录也写错了，语法也录取，你的语法也写错了，然后字也写错了。你应该好好来听我的这个中文课了啊！你还是个 native speaker 呢，他等下一定会骂我。好 ，Henry 说41532，4是理查的枕头怎么不见了？太棒了，答对了。对，好，再找一位的，我们请可能老师念一下，因为让大家听一下可能老师的 pronunciation 来 exist。好，他说理查的枕头怎么不见了？对，理查的枕头，枕头就是 pillow，pillow，怎么 why 怎么不见了呢 ？missing，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我们 something or someone 加上不见了，就是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missing，找不到它了，找不到这个东西了，这是第一个语法点。我可以说我的皮夹不见了，那就是找不到了，不晓跑哪去了，好，我们看第二个语法点。那如果我们加上 a period of time 加上不见，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各位同学。它的意思就是 haven't seen someone for a period of time。这个时候倒不一定要加了啦，有时候会加，有时候不会加好，老师再说一次，刚刚是主语，可能 something or someone， 这是表示 missing， 找不到了。第二个语法点是 a period of time 加上不见了，它不是 missing 的意思，它是 you haven't seen someone for a period of time。它的意思就不一样了，表示有一段时间你没有看到某个人了的意思。好，那这是第二个语法点，我们请可人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options。好，第一个是3个月，第二个是了，第三个是不见 haven't seen。 OK， 来第四个，这个是长高like grow tall or like become tall。再来，对，第五个是你。好，蛮简单的，各位同学试试看吧。大家都写出来了，是不是太简单啦？好，这个西健康的句子，我请可人老师念一下，看他讲的对不对。3个月不见，你长高了。你长高了。好，3个月不见，所以各位同学什么意思啊？3个月其实是 a period of time， 对不对？ A period of time， 那加上不见，
3个月是 a period of time 加上不见，就是 you haven't seen someone for 3 months 哦。好，我们看 John Rayner 的句子，可能老师我们再请你念一次好不好？3个月不见，你长高了。对，所以不是说3个月找不到了，不是3个月找不到，是3个月 you haven't seen someone 对，我觉得大家很厉害，他们都知道要把了放在长高的后面。其实我有点在试试看学生会不会放这个了这个字，因为我也可以说3个月不见了，但是很奇怪，不可以。但是也很奇怪，对不对？可能老师3个月不见了有点奇怪。我们一般在这个语法点中是不会加了在后面的，一般是不会的。好。我想要问一下大家，为什么你们知道是3个月不见，你长高了？为什么知道那个了？为什么那个了你们知道要放在长高后面？可能老师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想知道，你们是我想知道，对，我想知道大家懂不懂？还是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is grammar rule？ 对，老师，我们等大家回答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学生问了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在陈玉珠说，对。不得了了，可以用不好了来代替吗？不好了，可以，我觉得可以吧。不好了，我觉得不可以。不可以吗？因为我觉得不得了了是 something big happened， 它可以是好的，可以是不好的。对，不得了了比如说不得了了，我儿子通过 HSK 6了。对 ，OK 我懂了。玉珠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不得了了，就像可人老师说的 ，for something good or for something bad。不好了 ，definitely something bad, something negative。right。比如说，不得了了，我的猫不见了。你可以说不好了，我的猫不见了 ，this is okay。但是如果说不得了了 ，like you want to announce a piece of big news。对，不得了了，理查老师结婚了。不得了了，理查老师结婚了 ，something good，right？ 可能吧 ，something good。不得了了，理查老师结婚了。你可以说不得了了，理查老师离婚了，都可以，好或不好都可以。是的。好，预祝这个问题很好哦。对。好的，那大家这个时候已经把理由告诉我们了。第一个叫习惯用语。裴静，你的这个解释太 rough 了一点。Too general really 这个青霞比较明确一点了。可能老师你觉得青霞说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对。我也觉得不太对。其实了有很多用法，表示事情已经发生的是其中一种用法，但是一般放在动词后面。那我看看有没有过去时间，这个是我觉得past tense 吗？不是，其实了并不是 past tense 啦，中文的了不完全是 past tense 有没有人知道？金培不是 past tense， 其实了不是中文的 past tense 不是。我觉得我跟可能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阿南不是 past tense， 我也觉得了并不是一个 past tense。不是，这个了很重要，非常重要。了基本上它的用法5、6种，但是呢，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解释的，第一个是表达刚刚各位说的，就是了表达一个已经发生或完成的事情。不过这种用法通常要放在动词的后面。我唱了一首歌，唱了，这个比较是这个意思。有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这个 Muskin 的很有意思，他说 change action。可能老师你觉得呢？不是 change action， 但是是 situation。对啊，应该是一个情况的改变吧，对不对？对，像一个change of situation， a change of a new situation， 一个新情况的改变了的第二种用法就是 a change of a new situation， 这个情况在之前没有，但是现在是这样了，这个叫 a change of a new situation 那各位同学 ，for example， 下雨了，
刚刚没有下雨，现在下雨了。下雨是个 a change of a new situation because it didn't rain just now, but it is raining now. 所以这个了是 a change of a new situation. 这里的了你之前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你现在 a new change of a situation. 对，比较像这个感觉，现在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对，各位同学，所以这个比较像佩佩猪说的，就是 a change of a state，情况改变了，一个新的 new change， 一个新的情况 new state，new situation。为什么呢？因为你长高了，你现在长高了，你之前没有啊，你之前是没有的，你之前是矮的，但是现在是 new situation，you're tall now。OK， 冬天到了，可以，就是这个意思。冬天到了，表示。冬天到了，我觉得两个解释都可以了。冬天到了，两个解释都可以哦。好 ，OK， 好，那甚至我们会用两个了嘞。我唱了一首歌了，有时候会加两个了。可能可以说，我健身健了1个月了。对，表示。第一个事情发生了，第二个又是一个新的变化，一个新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用两个了，可以用两个了，好，这个了我跟各位讲，我跟你讲3小时都教不完了，各位同学，以后再说了哦。好 ，OK， 比较常见的 example 就是下雨了，刚刚没有下雨，但是现在下雨了，你就要加个了，表示 a change of a new state 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成语叫视而不见。可能老师视而不见，我们常不常用啊？这个成语？不是特别常用，但是drama 有时候会听到 ，drama 也是比较 drama 的那种感觉，视而不见。视而不见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这个人，你好像假装没看到。可能老师，你在哪儿啊？我不想看到你了。视而不见就是其实是不重视一个人，对，你对这个人一点都不喜欢，不重视，你看到他，你会 pretend not to see，可能老师你在哪儿 ？pretend not to see， 视而不见就是 you ignore someone， 假装没看到这个人 ，pretend 假装没看到这个人，叫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好，对。那我们会怎么用呢？我们说对 someone or something 视而不见 ，turn a blind eye to something or someone。好，我们请可人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option 吧。好，第一个是他，第二个是不见，第3个是对，对，好。第4个是我的爱，第5个是视而。这题太简单了，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对，然后有人看到这个句子可能会很伤心，什么 ？What？ 好，哇，答案已经出来了。假装没看到人不是啦，单序不是假装没看，假装，就是看到了，但是你也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其实你看到这个人了，但是你假装没有看到他，就你 ignore 就对了啦简单讲就是 ignore。you ignore someone 好，我们看一下宋平的句子好了他对我的爱视而不见。好 sad 好，那我来念一下这个 John Rainer 的，让他们听听男生女生不同的口音。他对我的爱视而不见。好，他对我的爱视而不见。哎呀，这个好 drama 的感觉他对我的爱视而不见，我们分手吧。好，视而不见算是一个蛮书面语的成语了对，也对了。有时候我觉得 drama 比较容易听得到，一般说话比较少用好，他对我的爱，对 something like to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视而不见 ignore my love。好的，还有一个这个就常用了，叫不见不散，很常用，对不对，可人老师？对。不见不散是什么意思呢，可人老师？见就是看见，散就是离开。Separate or like separate or leave。
不见不散就是 If I don't see you, I won't leave. good， 这个翻译直接翻译就大家懂意思了。If I don't see you, then I won't leave。如果我没看到你，我是不会离开的。不见不散就是 I'll see you there。英文好像有一句话叫 be there or be square， 好像有这个，好 ，OK， 那不见不散，一般你跟人家约一个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加这个。对，老师，明天我们学校见，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你跟人家有个 appointment or a date， 你就会说，可能老师，我们明天打篮球吧，明天6点，不见不散。直接用就好了。You can use 不见不散 alone。不见不散。好，那我们 option 请一下可能老师。好，第一个是明天，第二个是打球，对，第三个是不散，好，第四个是一起，好，第五个是我们不见。好，这题太简单了好，那各位同学，你们把答案写出来吧。不见不散，这个中文是非常常用的了我觉得英文就会说 I'll see you there， 对不对 ？I'll see you there。对。好像我比较少听到外国人说 be there or be square。我没有听到过。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对啊，我也没有听过。我比较常见 I'll see you there。我觉得外国人比较 laid back， 他们会说see you around。see you around。OK，see you around。好。好的，我们看一下 SMAY 的句子好了。好，麻烦可能老师。明天我们一起打球。明天一起打球，我们不见不散。OK，good。不过加个逗号吧，加个逗号明天一起打球 ，comma 逗号，我们不见不散。好，也可以说明天一起打球，逗号不见不散就可以了好，对。那我念一下这个 both 的句子。明天一起打球吧，加个吧也不错 ，like a invitation，like a suggestion， 吧有点像是 a suggestion。明天一起 let's do something together。对，好，不见不散，很好。我觉得 both 的句子both 的句子也非常好哇，他打了好多个，他就是一定要念出来好，来。阿能说，真的啊，阿能，你们缅甸有一个火锅店叫不见不散这个店名很好台湾火锅店不见不散，这个名字取得很好看起来就很想去的感觉好 ，OK， 我再念一次好了。明天一起打球，我们不见不散。OK，I'll see you there, see you around, see you around。好，所以各位同学，不见这个词好像很简单，但是我们有很多用法。第一个是 something is missing， 第二个是 a period of time， 加上不见 haven't seen someone for a period of time。第三个叫做视而不见，第四个叫不见不散。OK， 不见不散好，可能老师我们要来考试了因为这些学生有时候跟你一样在吃火龙果的时候呢，他们就吃一吃就没有听课就忘记了。那这个火龙果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红肉的，但是白肉的味道比较淡，对不对？比较不甜。我比较喜欢红肉更甜。对，但是白肉不太甜白肉不太甜。而且呢，我前一阵子吃火龙果的时候我吃红肉的red meat， 然后呢不是 red meat 是 fruit， 这果肉的英文要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以说 meat 吧。meat OK fruit meat 之类的我之前上厕所为什么我上厕所是会红色的？我吓死了，我以为我有癌症。对，我以为是天哪，我赶快去看医生。医生说 nothing wrong with you。对了，我吃火龙果了，气死我了，我还花了那个挂号费，气死我了。对。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吃火龙果的时候，最好呢，你写一个 note 贴在你的那个手机上面。我刚刚吃了火龙果，对，太好笑了对。好，那我们来考试吧。好，来第一题，我要麻烦一下可人老师。罢工给许多人带来了什么？好，简单。
罢工就是 strike， 对不对？罢工 strike， 罢工就是不工作了，我要抗议，这叫罢工哦。给许多人带来了啊，这里我们有一个语法点提示各位，给带来了。好，那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好，为什么有哈哈哈呢？就是说我那个尿尿是红色的，所以哈哈哈。对。真的，可能老师有时候会忘记。然后我妈也很喜欢吃火龙果，我看到她的尿尿是红色的，那个马桶是红色，我吓死了。What happens？ 对。后来听到火龙果我就放心了啊。对。好，不变 ，Malik 不变，单序不变，玉珠不变 ，phone。好，这个我们请可能老师念一下正确的答案好了啊。好，罢工给许多人带来了不便。好，也可以说很多人，也可以说许多人，就是 many people 的意思。好，带来了 inconvenience， 带来了不便。好，各位同学，我们的语法就是给 someone 带来了不便。好，很简单。我们看一下第二题。好，可能老师要麻烦你。好，他的行动什么？怎么样？请帮他一下。好，请帮他一下。Please help him. Please give him a hand.Do him a favor， 然后他行动，可能老师你会加个的吗？他的行动不便，他行动不便都可以，都可以哦。好 ，OK， 那答案是什么呢？各位，很简单哦。好，又来了，不变 ，both 说不变，那你看一定要念 both 的，不然他会打一堆出来哦。好，不变哦。Mandarin Hobby 也是不变啊，还有 Samuel 不变。MH 这是刚刚的题目立新也说不变好，行动不便，再跟各位说一下，如果你行动不便，可能你是老人，没办法走路的。第二个可能是你受伤了 ，maybe you get injured， 可能是你是残疾人士，你是 handicapped 所以你行动不方便，你走路不方便所以你要帮他 help him。对，好，下一题。好，这题请可人老师念一下。陈丽丽对我视而什么？好，这个我们男生一定要学这个成语啦因为你可能常常遇到这种事情你喜欢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她看都不看你一眼对，然后就走掉了。这个中文要怎么说这个成语呢？可能老师，你是不是一个常常对男人视而不见的女人？不是吧？不是，要看他帅不帅，对不对？也不是了。如果我不喜欢他，我们会变成朋友。也不会那么残忍，对不对？视而不见视而不见是一种比较不礼貌的行为，对不对？对。好的，我们看一下谁的答案。MH 的答案要请可人老师念一下。陈丽丽对我视而不见。好 ，OK， 你怎么帮我改名字了呢 ？MH 陈丽丽。陈丽丽。好，为什么还在谈 dragon fruit 呢？Red 对对，应该果肉好像叫 flesh， 好像是这样OK， 好啦，大家都写对了啦。Karen 老师的。我对他视而不见吗？哪里可能老师是无辜的，他没有对你视而不见呢我什么时候视而不见？对，好，陈丽丽对我视而不见 ，ignore， 她 ignore me，她就是假装 pretend， 假装没有看到我好，所以各位同学对 someone 视而不见不是视而不变是视而不见好 ，OK， 我们看最后一题了。好，麻烦可人老师。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我们什么不散？哎呀，太简单了今天的题目都非常简单好，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 ，birthday party， 我们 what？ 这题好简单什么不散？凤说不见不散 ，Watun 不见不散 ，Habib 说不见不散，安妮不见不散。可人老师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说不见不散这个成语吗？不会。
我觉得老人会说吧。这个是一种比较老式的用语，对不对？对，很老的。对。那我们要怎么？我们一般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会怎么说？赶快把我也加进去。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会怎么说呢？明天是我的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你要来，要来哦，对不对？对。各位同学，我告诉你们，其实不见不散是个很 old fashion， 对不对？对，是 old fashion， 有点 out of date 的感觉哦。我们就是要来哦，年轻人对我也会这样说，因为我也是年轻人嘛。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我们不见不散。然后你的朋友会说 ，What？ 很老，你是80几岁还是70几岁的老头子？我们一般会说，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可人老师要来哦。对，要来哦就好了。你也可以说一定要来哦，也可以一定要来哦。对，一定要来哦。对，我们一般口语其实不常说，像英文说 I'll see you around， 一般就我们中文会说要，其实英文会说 I'll see you around 啦，那中文就说要来哦，要来哦，一定要来哦，记得要来 ，remember 记得要来哦，一定要来哦，要来哦，所以我们很少说明天是我的生日舞会，不见不散，然后你的朋友就会 what 会觉得好奇怪哦。好，对。我希望2位老师不要对我的评论视而不见。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很好哦。both 你的这个 both official， 你的句子很地道哦，很棒哦。对，很好。好的 ，OK。那可能老师，所以呢，我们告诉了各位同学，有的成语啊，它是很好的成语，但是我们平常 spoken Chinese 其实很少说，视而不见也很少说。你不要，我们会怎么说？你不要忽视我，不要忽略我。你不要忽略我，不理我。你不要不理我。对，不理我更常用。我们不会说你不要对我视而不见。对，很长，太 formal 了。对，我觉得不理我们很常说，对不对？不要不理我嘛。不理我。你不要不理我嘛。不理，不要 ignore。你不要说你不要对我视而不见，好像你在写作文了。你不要不理我。其实我们现在说话 spoken Chinese 都比较 colloquial 一点。对。好。对，佩佩猪，你不要不理我嘛。加个我们台湾会加码了你不要不理我嘛。女生撒娇的时候会加个嘛。对，不要不理我嘛。好 ，OK。可能老师，我们今天2个词就讲了好久了。第一个是不便不见，不便跟交通不便，行动不便。那不见是不见不散，视而不见都是蛮实用的词汇好，那可能老师今天感谢你喽，今天教了各位同学这么多的词汇特别谢谢你。那明天你要好好休息啦。对，我要睡觉，我很累。对，你今天太累了，我很忙很累。对，所以你明天好好休息一下。好的。那这个不要再谈可能老师不理你了，可能老师没有不理你们很多男生被 Karen 老师不理的。没有吧？应该说 Karen 老师不理很多人，不会 Karen 老师其实对每个人都很热情对。好的，我们都是爱老师的不变，什么意思听不太懂。我们都是爱老师的不变，我也不是很懂。好，没关系好啦，不要再讲这些句子了，到时候又要上半小时了。好，那可能老师晚安喽，早点休息。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明天见喽，不是明天见，对，下星期见喽，拜拜。下星期见，拜拜。拜拜 ，See you， 拜拜。好，可能老师今天特别累了，因为他今天去健身，然后呢，他今天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让他早一点去休息那各位同学，明天呢，我们继续上课。明天理查老师的课记得咯，要来，我们不见不散。明天的课记得要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